6月17号，菲律宾再次非法闯入我仁爱礁临近海域，危险接近，并蓄意制造碰撞事件。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只采取登临检查、强制驱离等管制措施。相关执法处置画面于昨天首次公布，各种细节进一步坐实菲律宾侵权挑衅的恶劣行径。中国外交部表态，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画面显示，当天，菲律宾船只非法闯入我仁爱礁临近海域，企图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物资，期间多次以危险方式接近，蓄意碰撞正常航行的中方船只。中国海警依法处置，首次对非运补船只进行登临检查，整个过程专业克制。在被依法处置后，菲律宾又延续之前的老套路，打起悲情牌，到处告状。6月17号傍晚，菲律宾官方在一份声明中承认，对其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军舰补给失败。声明还不忘对中国海警横加指控。菲律宾军方称，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登上菲律宾船只，并收缴了菲方枪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强调，菲律宾侵闯仁爱礁是造成这次事态的直接原因，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菲律宾不顾中方的劝阻，执意侵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是造成这次事态的直接原因。中国海警的现场采取的执法措施是专业克制的，旨在拦阻菲方的船只非法运补，没有对菲方的人员直接采取措施。菲方一再声称运补的是生活物资，但实际上一直在偷运建筑材料，甚至武器弹药，企图长期侵占仁爱礁。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的行径，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决维护自身的主权权益。长期以来，菲律宾一直试图以运输生活必需品补给的名义偷运建筑材料，来加固仁爱礁上非法坐滩的马德雷山号。中方此前一直采取的措施是阻拦和驱离。外界注意到，这次登临检查成为中国海警新的执法手段。这也是自6月15号中国海警行政执法程序规定正式实施后，中国海警首次开展对外执法行动。与此同时，此次出台的海警新规中还明确了中国海警在我国管辖海域登临检查的方法，其中包括检查各类设施、设备和器材的配备、安装、运行情况，以及货物、物品等。显然，菲方运补船上所搭载的相关物品，无论是加固船体的建筑材料，还是可能威胁到中国海警执法安全的枪支弹药，都在中方依法进行检查的范围之内。除了执法手段，还有不少人注意到此次执法行动的另一个变化——时间。对于菲方此次的侵闯行径，中国海警在凌晨4时27分和清晨6时54分连发2条新闻稿。之所以选在凌晨发布，是因为此次菲方选择在凌晨侵闯。有海洋专家表示，仁爱礁附近海域没有灯塔导航，夜航容易触礁。此前，菲方试图向非法坐滩的马德雷山号军舰运输补给时，通常都会在前一天晚上抵达附近海域停泊休整，等第二天天亮后再进发。但这一次，菲方却冒着危险夜间运补，这跟刚刚实施的海警新规有很大关系。海警新规中提到，对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外国人，经中国海警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拘留审查。此前，菲方官员曾多次给菲方民众打气，大声叫嚣：“我们有权开发专属经济区里的资源，所以渔民没有理由感到害怕。”但面对中方的海上执法，蓄意挑事的菲方自然是理亏的那一方，理亏就会心虚，选择在夜间偷摸行动就是最好的明证。但这样的小伎俩显然不足以蒙骗拥有丰富执法经验的中国海警。有长期关注中国海警海上执法行动的专业人士透露，对南海上发生的状况，中国海警可以通过包括卫星、船上的光电设备、对海搜索雷达、无人机等在内的一系列手段第一时间掌握。菲律宾船只试图钻空子的行径，全数尽在中方掌握。菲方近来在南海方向上动作愈发嚣张。
政府官员的表态更是咄咄逼人，恶意撞船又刻意伪装受害者形象，这一切都离不开美国及其盟友对菲律宾的暗中支持。据美国务院消息，在被中国海警依法处置后，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17号与美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通话，双方共同表达对中方的所谓共同担忧。美方还重申对菲律宾的安全支持。不过，这样假惺惺的戏码不攻自破。日前，国际智库席勒研究所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前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斯科特·里特在回答有关南海问题时直言不讳，称美国只把菲律宾当工具，一旦失去价值，便会遭到遗弃。他建议菲律宾应与中国寻求友好关系，通过外交渠道解决问题，而非依赖美国的援助。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fight and engage China and win. We will not beat the Chinese. We cannot beat the Chinese, and we know this, and yet we're using the Philippines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of potential conflict with the Chinese. Please understand that for the Filipino people, this is a recipe for disaster. You think America is your friend. So too did the Ukrainian people, and they are dying by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Friends don't let friends die in those quantities. The Ukrainians have been displaced by the tens of millions. Friends don't let friends have their cities destroyed in this manner. Friends don't let friends have families separated, have mothers and children destined to a life of refugee status in perpetual poverty. That's not how friends behave. America has never been the friend of the Ukrainians, and we are not the friends of the Filipinos. 台防务部门19号宣称，攻击型无人机近年来于实战中成为战术新选项。据台媒报道，台军方早在去年就建案并编列机密预算，以军售方式向美采购这套系统，未来将部署于台陆军特战部队与海军陆战队。台防务部门还声称，对于美方为加速对台军售的各项努力，特别表达感谢。不过，岛内舆论却并不买账。消息传出之后，便立即引发了一些岛内网友吐槽：整天感谢美国，看了就讨厌，给钱的要感谢赚钱的。对于美国再次宣布对台军售，更是有岛内网友讽刺称，又来骗钱了，什么时候交货呢？美多个对台军售项目交付延迟，尚未交付的装备总额近200亿美元。据台媒报道，台军2017年定案采购的1700枚陶2B 型反坦克导弹，不仅没有交付，甚至连1枚导弹都没有运到台湾。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17号在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称，年底会全数交货。台媒还配合报道称，从2024年起，包括反坦克武器、主战坦克和战斗机等在内，美国售台武器将进入交付高峰期。不过被外界质疑有灌水美化之嫌。还有台媒指出，随着武器大量交付，台当局用于军购的经费也水涨船高，每年的预算超过500亿元新台币。至今是零筹获啊，原因是什么？测评好像有点问题，是。不过现在这个测评已经过了，所以预计在今年的年底以前全数会交易。外界注意到，这批美对台军售中，无人机系统被摆上台面，还包括臭名昭著的弹簧刀，背后还是美台勾连搞所谓非对称作战的烂把戏。无人机、无人艇被视为所谓非对称作战的重要装备。早在2020年，美方就同意向台出售弹簧刀小型无人机系统。分析认为，美国将这些武器卖给台湾，除了赚钱之外，就是要让台湾人扛着这些武器去所谓重层吓阻打巷战，让台湾成为遏制大陆的代理人战场。这些卖给台湾的小武器，要的不仅是台湾人口袋里的钱，还有他们身上的命。此外，美方前段时间还大肆炒作可部署数以千计的无人潜艇和新型无人机，将台海形成无人地狱。观察指，美高官抛出这般涉台惊悚言论，不仅会引发两岸民众愤怒，也让世界进一步看清美方部分政客和军方人士祸乱台海的险恶用心。台湾时事评论员谢文吉就批评称，弹簧刀这种东西是摆在每个台湾老百姓家门口的武器。我今天数以千计的无人飞机是有可能的，1000架，因为那个弹簧刀飞机，事实上你的手就可以 K 出去了，它是非常小的，而现在武器就有。可是所谓的无人潜艇无人船舰，
这个部分的话，我知道的美国也还没有那么先进。军方讲的话，基本上都是他在战争中的准备嘛。那最后打不打，用不用这些武器，还是美国的这些政治领袖他们做决定。当地时间6月19号上午，正在马来西亚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同该国总理安瓦尔举行会谈。两国总理一致同意将坚定不移加强并深化双边合作，将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升至更高水平。中国与有关东盟国家应自主妥善处理南海问题，管控矛盾分歧，促进对话合作。在结束对澳大利亚的访问后，18号晚，国务院总理李强乘包机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开始对此行的最后一站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19号上午，李强在马来西亚总理府同安瓦尔总理举行会谈。会谈前，安瓦尔在总理府前广场为李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会谈中，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即中马友好年。过去半个世纪，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中马始终以心相交，合作共赢，交流互鉴。中方愿同马方更紧密对接发展战略，扎实推进东海岸铁路、两国双园等重大项目建设，扩大贸易投资规模，拓展物流、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铁路装备等领域合作。安瓦尔表示，马方珍视马中有意，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不支持任何主张台独的言行。马方愿同中方以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各层级交往。两国总理一致同意，将坚定不移加强并深化双边合作，将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升至更高水平。双方将持续推进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尽快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此外，两国总理一致同意，中国与有关东盟国家应自主妥善处理南海问题，管控矛盾分歧，促进对话合作，坚持双边解决问题的大方向。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交换经贸、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当天下午，李强还在马来西亚国家皇宫会见了马最高元首易卜拉欣。此次李强到访马来西亚落地吉隆坡时，到机场迎接的马方代表中就有马来西亚的交通部长陆兆福。他在今年3月接受深圳卫视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中马交通领域的合作中，中方建设者掌握的专业技术知识、丰富经验和敬业精神，使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等项目的建设受益颇丰。他们这个落实这个工程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个这么大的项目呢，他们用几年的时间可以完成。你看现在，比如说，这个银顶隧道，我得到他们的报告，他们每一天铺轨的这个速度呢是1天2公里，所以长达600多公里的这个轨道呢，你可以想象它可以不到1年的时间，它也铺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企业，中国技术，还有他们最重要的他们的工作的这个态度非常认真。第二，他们对于很多的细节都非常的谨慎，所以在他们管理的工程呢，我们也非常的放心。陆兆福透露，未来中马两国还将进一步拓展双向多城市开通直航，在充分利用互免签证带来的利好条件基础上，加强交通旅游产业的交流合作。外界注意到，面对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特别是美国引导东盟国家选边站队的局势下，马来西亚坚持以中立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希望避免卷入大国的政治博弈。美国和欧盟去年警告安瓦尔政府说，如果允许华为参与马来西亚 5G 网络的开发，马来西亚可能会面临国家安全威胁。但马政府当时仍强调，将自主做出选择，不会将华为排除在潜在合作伙伴名单之外。实际上，安瓦尔本月13号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强调，马来西亚没有所谓的中国恐惧症，也不会卷入中美的地缘政治斗争中，迫于压力选边站。As far as a country like Malaysia, we don't have that mindset of China phobia. We consider that an important neighbor
great trading partner, and we don't have problems. 此外，安瓦尔近日还对外透露，在加快本国向高科技经济转型的步伐之际，马来西亚政府不会允许有损本国独立性的单边制裁合法化，有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近年来，多种中国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受到马来西亚消费者欢迎，许多中国高科技企业产品和服务也在马来西亚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有学者指出，中国高度重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对中国自身经济结构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为马来西亚及东盟国家发展提供更多合作机会。马来西亚科技创新部长郑立康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透露，当前马来西亚正在与新加坡计划共同建设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希望将其打造成为马来西亚版深圳。站在中马建交50周年的新起点上，他认为未来两国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新能源合作等方面将迎来较大机遇。因为马来西亚正值产业转型的这个时代，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成为高收入国、高价值的这个产业，我们要引进来。要达到那个目标的话，肯定我们要把我们现有的劳力密集的这个产业转型成为这个科技密集的这个产业。中国来到马来西亚落地的这个企业经验是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技术转移包括这个资金的当然对中国来说，因为马来西亚的这个特殊之处除了是面向东南亚之外呢，马来西亚也是可以面向西方比如说包括中东国家，所以这个是马来西亚的一个优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情况。2025年，马来西亚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有分析指，届时外界目光会聚焦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谈判进展上，预计中国将获得更广泛的市场准入。中马关系50年来呢，可以说呢，在政治上呢，双方的互信呢一直在增强，而且呢，双方在一些有矛盾和分歧的地方呢，始终能够秉持互信互利的原则呢，友好进行管控，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没有让一些矛盾复杂的问题去干扰两国关系的大的主流，双向的这种经贸互动呢，实际上非常的频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力。视线转向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发布视频，公开指责美国扣押运送给以色列的武器，这被外界认为是去年10月7号加沙局势升级以来，以色列对拜登政府最严厉的公开批评之一。白宫随后决定取消原定于20号举行的美以高级别会议。Inconceivable that in the past few month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withholding weapons and ammunition to Israel. 美国轴线新闻网指，内塔尼亚胡特意用英文发表讲话，并且直接喊话拜登政府，这是自10月7号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对美国最为严厉的公开批评。美国广播公司认为，内塔尼亚胡的最新表态颇有威胁之意。This statement really is a new phase, I think.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looks angry. It's a short clip, but there seems to be a veiled threat in it. And he quotes Churchill. He seems to be saying that the US administration's hold-ups on certain supplies of certain weaponry is limiting his ability to finish the job and get the war done in Gaza as he sees it. 白宫方面立刻直接回击了内塔尼亚胡的公开喊话。I don't know what he's talking about. We were very clear about there being one shipment that we're continue to have construction conversations with Israel about. Nothing else has been paused. 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和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指责美国扣留武器弹药等军事援助后，白宫取消了原定于20号举行的美以高层官员会晤。也有美方官员称，这次会议是因为日程安排问题而被推迟。据了解，当白宫取消会晤时，一些以色列官员已经在前往华盛顿的途中。有美国官员表示，取消会晤是为了传达美方对内塔尼亚胡所发视频的态度。报道指，
内塔尼亚胡发布该视频数小时后，一名美国特使就告诉他，该视频激怒了美国总统拜登的高级顾问。美国媒体称，现在拜登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政府之间的关系比去年10月加沙冲突爆发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张。据俄媒报道，当地时间6月20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朝鲜的旋风式访问，抵达越南首都河内。普京此次在朝鲜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俄朝还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外界还高度关注，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排除根据签署的条约与朝鲜发展军事技术合作。当地时间19号凌晨2点左右，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亲自在停机坪迎接普京的转机，随后两人一同前往锦绣山迎宾馆。深圳卫视注意到，一般外事活动，领导人都分别乘车前往目的地。而据俄媒介绍，普京当时主动邀请金正恩乘坐自己的总统座驾阿鲁斯同车前往，这既说明两人关系的亲密性，也显示双方希望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进行面对面接触。此次两人同乘的车型是奥鲁斯元老院，这是普京今年3月胜选连任之后，阿鲁斯同步推出的新款元首车。朝鲜新闻画面显示，平壤主干道两旁悬挂俄罗斯国旗以及普京的肖像。朝鲜最高建筑平壤柳金饭店的外墙电子幕打出欢迎普京的字样。朝中社在报道中写道，普京与金正恩在乘车途中敞怀叙旧，深入交换意见，表示要以这次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在俄朝首脑正式会谈之前，朝方在金日成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现场奏响了俄罗斯和朝鲜的国歌。普京和金正恩检阅了朝鲜3军仪仗队，随后两人共乘一辆敞篷轿车在广场上行驶。与此同时，气球升空，鸣响礼炮，朝鲜群众热烈地挥舞着国旗与鲜花。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俄朝领导人率代表团举行大范围会谈。普京在会谈开始时首先表示，俄罗斯赞赏朝鲜对俄罗斯政策提供的支持，包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支持。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ую и неизменн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в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украин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основано на принципах равноправия, взаимного уважения.金正恩则表示，俄罗斯在维护世界战略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朝鲜全力支持俄罗斯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朝鲜打算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并将无条件地支持俄罗斯的所有政策。강력한 러시아 연방이 맡고 있는 주요한 사명과 역할에 대해서 평가하며 자기 주권과 안전리 영토 완성을 수호하기 위하여 우크라이나에서의 특수군사 작전을 수행하고 있는 러시아 정부와 군대와 인민의 투쟁에 전적인 지지와 굳은 연대성을 표시합니다. 大范围会谈后，金正恩随即与普京举行单独会谈，双方坐在一张圆桌的两侧，现场仅留下翻译陪同。俄媒称，面对面交谈了约2个小时，远超此前双方预计的1个小时。而在多轮深入的交流之后，普京和金正恩现场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双方都表示条约是突破性文件，有利于两国合作提升至新水平，其中就包括任何一方受到他国侵略时要相互进行援助。Предусматривает в том числе оказание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в случае агрессии против одного из участников эт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В этой связ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не исключает для себя развитие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подписанным сегодня документом. 普京提醒大家注意，美国以及其他北约国家提供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远程行动高精准武器系统、F-16飞机以及其他类似的武器和设备的声明。他强调说，所有这一切都严重违反了西方国家在不同国际义务框架下所采取的限制措施。根据俄媒体报道，金正恩评价这项条约具有防御性，他还称赞普京是朝鲜最亲密的伙伴。
值得一提的是，走出会场之后，普京还亲自驾驶俄产轿车，载着金正恩在平壤的道路上行驶，并下车与金正恩一同散步。随后，双方共同参加了向解放朝鲜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悼念二战期间为帮助解放朝鲜而牺牲的苏联士兵。两人还共同出席大型音乐会和国宴。结束对朝访问之后，当地时间6月20号凌晨，普京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开始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忠、越南政府副总理陈洪和等到机场迎接。克里姆林宫新闻局此前曾表示，普京此次访问是应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的邀请。访问期间，普京将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国家主席苏林等举行会见，双方将就俄越两国在经贸、科技和人文等领域进一步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现状和前景，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并交换意见。会谈后将就成果发布联合声明，并签署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